我们谈到日本军国主义时，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二战、珍珠港或者满洲事变。但其实，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并不是一天形成的，它真正的开始比你想象的更早、更深、更复杂。从武士阶级的传统、明治维新的改革，到几场改变亚洲与世界的战争，日本一步一步把军队推上国家权力的核心。所以今天我们就用15分钟带你一起拆解日本军国主义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。要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源头，我们得先看一个很核心的概念——武士文化。在日本长达700年的武士统治里，武不只是战斗能力，它被视为精神、道德、阶级身份的象征。武士强调忠诚、服从，还有为主君牺牲的价值观。这些精神在明治维新后并没有消失，反而被政府重新包装，变成推动现代化的重要燃料。1868年明治维新，日本要做的是脱亚入欧，快速追上西方列强。于是他们喊出富国强兵，把军队放在现代化的最前线。尽管武士阶即被正式废除，许多失去身份的人反而被吸收到新式军队里。他们把传统的武士精神带入军队，也把那种对国家的盲目忠诚变成一种新的军事价值。再加上日本在这段时间引进普遍义务兵役制，强调全民皆兵，军队从原本的阶级团体变成整个国家的权力基础。简单说，日本军国主义的种子早在武士文化时就埋好了，而明治维新把它加速制度化，让它真正开始向全社会渗透。进入19世纪末，日本的军事力量开始真正走向世界舞台。第一个重要事件就是1894年的日清战争。这场战争让日本第一次以现代化军队击败亚洲船统强权。胜利让日本相信，只要持续军事化，就能成为世界强国。不止如此，日清战争的胜利也直接推高了日本国内的民族自信。报纸歌颂军队，学校强调爱国心，军队甚至被视为国家荣耀的象征。但真正改变日本国际地位的战争是1904年的日俄战争。当时的俄罗斯是世界极大国，而日本竟然靠着战略与技术硬生生地把俄罗斯打败。这是史上第一次亚洲国家击败欧洲列强。这场胜利彻底点燃日本的军国主义，在日本社会里，军队被塑造成国家英雄，军人的地位被无限放大。而更关键的是，日本政府把这种精神制度化，他们开始推动所谓的皇国史观，强调日本是神国，天皇至上，军队是守护国体的力量。学校课本出现大量军事教育内容，小学生学习军歌，中学生练习刺枪术，整个国家都被塑造成一台战争机器。在日俄战争胜利后，日本基本上已经认定军事扩张是国家前进的唯一道路。如果说日清与日俄的胜利让日本相信军事扩张是可行的，那么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军队如何真正掌握日本政治的过程。在20世纪初期，日本政府制定了一条关键规定，陆军大臣与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。表面上这看起来合理，但实际上却让军队握有否决政府的权利。因为只要军方拒绝派人担任大臣，整个内阁就无法成立，政府就会被迫倒台。结果，军部不只是一个国家机构，而是变成了政治上的制动器，甚至是操控者。到了1931年，这种危险的制度终于爆炸。当时驻扎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为了扩张自身势力，刻意策动了柳条湖事件，然后以中国攻击铁路卫街口，直接对满洲发动军事行动。更惊人的是，这场战争不是日本政府命令的，而是军方自己擅自发动的。东京政府想阻止，但根本阻止不了。军部一方面向国内宣传保护日侨、维护治安，一方面迅速扩大军事行动，几乎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整个满洲。这件事
让全世界看到，日本政府已经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军队。而在国内，军部因为成功占领满洲而声望大增，反对军国主义的人纷纷遭到排挤，甚至暗杀。从这一刻开始，日本正式进入军部主导政治的黑暗时代。当军部掌握政府后，接下来的是整个社会被彻底改造。日本军国主义会成功，不只是因为军队强势，更因为它变成了一种日常生活。教育从小开始的洗脑。在1930年代，日本的教育不再只是教育，而是国家主义的工厂。课本被全面改写，孩子从小必须背诵天皇至上，为国牺牲是最高荣耀。学校每天早晨要做军礼，要唱军歌，甚至要用木枪做刺激训练。孩子不是被教导如何思考，而是被教导要服从啊！宣传媒体变成军部的喉舌，日本报纸、电影、广播也被军部全面掌控。战争被描述成浪漫、崇高，甚至带有神圣使命。军人被形容为勇士，死亡被赞美为光荣。而任何批评军部的声音，不是被消音，就是被标签成叛国。对，社会氛围，人人都必须表态。在那个时代，日本的社会氛围只有一种，你必须支持军部。商家张贴军事海报，公司举办军事募捐，街头甚至会检查你是否有支持军队。军国主义变成一种社会责任，你若不支持，就会被孤立、羞辱，甚至被检举。女人与家庭也被动员，军部也开始塑造理想家庭，男人要上战场，女人要生更多孩子，为国家培育士兵。母亲被宣传为军人之母，妻子被教育要支持丈夫，为国捐躯。军国主义不只是政治，而是入侵每一个家庭。接于精神全面军事化。到了1940年，日本已经完成了军事化的最后一步，精神控制。教育、媒体、家庭、工作、宗教，所有社会机构都被系在军部的战车上。日本人民从小被教导，战争不是可怕的，是必要的，是正义的。于是，一个完全准备投入战争的国家诞生了。好了，今日的节目到这里，欢迎各位朋友在留言区讨论哟。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，请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下集节目更精彩。